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文，富贵自天来。天数有道，万物有变之无穷。天地运行有其规则，但其万物有其规律。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80%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吧。什么是通天纹？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灵感线等等，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类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是真的吗？民间相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能够抓住很多机会，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让自己吃穿不愁，本事非常大，会成为能人，有所成就。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第六感很强。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也就是说，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能抓住机会。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之所以可以如此，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地抓住好机会，辉煌腾达。事业运很好。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事业成就很高等等。所以男人有通天纹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财运不错。另外，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纹的手纹，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通常来说，有通天纹手相的人，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所以通常来说，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命中的财富很多哦，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但是通天纹必须要笔直，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财运才会好。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会相互影响，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吃穿不愁。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手有通天纹的人都会感知得到，并且可以抓住机会，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纹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有通天纹的女人旺夫。最后，通天纹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一般来说，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所以通天纹是非常难得、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通天纹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
左手有通天纹。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纹，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家庭背景好，家里有钱。简而言之，这种手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祖上是成功的人，家庭基础深厚，社会地位较高。同样如此，具有手相特点的人，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因此左手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事业成就也会很高。相反，左手有通天纹手相的人，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看得出来，这类手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简而言之，左手有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2. 右手有通天纹。众所周知，在手相学中，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因此，从右手相位来说，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如果你的右手手相出现通天纹，那么这种手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白手起家。由于具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嗅觉非常灵敏，头脑灵活，反应能力很强，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所以右手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事业成功了，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基本上有手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3. 双手有通天纹。双手有通天纹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纹的手相。具有这种手相的人，前世是大善人，今世有神灵庇佑，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从而大有作为。相术有云，双手通天纹者绝少见，有之者心硬手辣，大事必成。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另外，相术有云，通天纹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有之者心硬手辣，必成大事。5. 通天纹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纹混淆在一起，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纹的起点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总而言之，如果你手上有这种神秘的通天纹，一生富贵真的是想之不尽。当然，相不独论，通天纹对人的运势影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若想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建议结合八字、面相、紫微斗数等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
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五、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六、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七、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八、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
水星丘龙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5种暴富掌纹，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想象而已，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想要变有钱亦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
但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一、手掌中有直觉线。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反应也很快，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尤其在财富方面，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并且善于精打细算，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生活安逸富贵，不用为物质所困。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在这方面要注意。二、财帛宫肉厚实。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说明必有横财入命。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偏财方面，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买彩票中奖，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一辈子无忧无虑，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三、不动产线。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有着很好的异性缘，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四、太阳丘出现星纹。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说明机遇特别好，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创作能力也很强，并且善于掌握机会，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另外，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健康情况也很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是非常好的手相。五、财库纹。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善于积累财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他们。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另外，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一、中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做事有耐心，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二、手指没有缝隙。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说明可以留住财富。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另外，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三、断掌。在很多人看来，断掌是不好的手相，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赚钱能力强，命中有福禄，不仅事业有成，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四、手掌红润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
在消费方面很节制，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5. 财富线很长。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尤其在晚年时期，财运亨通，生活富贵吉祥。6. 事业线很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生活顺风顺水，充满幸福。7. 财库。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8. 太阳丘丰满。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善于把握机遇，并且很懂得理财，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9. 火星丘红润。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接近大拇指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火星丘。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很适合做生意，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赚取很高的利润。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富有创新精神。10. 有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一生不缺金钱。11. 凤眼清晰。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擅长理财和投资，有着很好的眼光，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12. 手指有弹性。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虽然精打细算，但绝对不抠搜，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忽视了大大的幸福。的手相文化博大精深，从一个人的手相当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性格、命运、运势等方面。那怎样看一个人的性格呢？不需要看手的其他地方，看小拇指即可。各位读者朋友想学习吗？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1. 小拇指较长。一般小拇指比较长的人性格相对都比较外向一些，而且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很有语言天赋，属于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为人处事也比较圆滑，所以社交能力很强，也很讨人喜欢。只不过有时候会因为说话太快，给人一种口无遮拦的感觉，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得罪人的情况出现，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多加注意。2. 小拇指较短。小拇指比较短的人性格则是要内向一些，在生活中给人一种敦厚老实的感觉，为人处事老实本分，待人处事都比较真诚。不过因为个性较内向，不善表达，导致这种手相的人身边朋友并不是很多，也只有真正长时间与其接触的人才能发现他们性格中的优点。但也是因为太过真诚且内向的缘故，导致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很容易会被一些小人欺负，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吃亏的类型。3. 小拇指向后弯曲。将五指伸直之后，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向外弯曲，有点后仰的感觉，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外向，
也是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但是为人处事不够仗义，给人一种比较自私的感觉。他们遇到事情只想着自己，而且有时候喜欢贪小便宜，以至于并不是很讨人喜欢。即使能说会道，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也都是在吹牛罢了，不值得信任，以至于人缘并不是很好。4. 小拇指倾斜，将五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第2， 14种吉祥手相纹合集，看你有没有。一个人的运气好，他的气色就好，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同样的，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此可见，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好手纹：1. 类似米形的手纹，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标志着幸福吉祥。2. 强劲有力、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根据手纹的定义，这是好的手纹。3. X 型的手纹叫做十字纹，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4. 颜色不浑浊、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坏手纹：1. 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根据手的解释，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2. 在手纹线当中，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3. 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4. 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1. 财富线直而长，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所以说，财富线直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2. 手指没有间隙，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当然，如果你没有间隙，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很吉祥。3. 断掌纹的手相，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财运都是非常好的，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4. 手掌红润厚实，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手掌厚实、软软的，肤色也很红润的，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而且是平安吉祥。5. 有不动产手纹，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比如房屋、土地等等，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6. 钱财纹特别多，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7. 手中有直觉线。1. 通天纹，即从前位到中指下方的曲线纹，八卦类象中乾为天，故此为通天纹。手相中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觉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2. 通灵纹，脑线较长，
一直延续到前区而形成的曲线纹、脑线及人纹线，代表人的内心、心理、思想、思维等；而前位代表人的头部、大脑、智慧、联想等。故掌纹中有通灵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反应灵活，爱好广泛，多才多艺。3. 十字纹，心线和脑线之间手掌的中间部位的十字纹，由于此纹正处在手心部位，与心紧密相连，因此手掌中有十字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未卜先知。4. 孔子目，即在大拇指指节的部位有如眼睛状的指纹，在掌纹学中，大拇指代表的是人的头部，而孔子实际上是有学问的代表。手掌中有孔子目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爱学习、爱思考，学识渊博。8. 手中财库很多，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就是所谓的财库。所以手中财库越多，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9. 太阳丘很丰隆，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会有花不完的钱，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10. 夫子眼，手相中，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次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11. 井字纹，手相中，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12. 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会受很多苦，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并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加薪，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13. 掌红如血色的人命好，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一生荣华富贵，不过要注意，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此，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如果你掌红如血色，但是命却并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14. 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好似竹笋，整体修长，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从小富贵双全，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一生富贵双全。农村关于手相、面相之类的卜卦学说之多，已经不需多言，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出来几句，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几种所谓的面相、手相。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农村一种常见的手相学说，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道理。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从金钱纹这种手相的名称和一生财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手掌上面有着金钱纹的人，一生都是财运通天，大富大贵之人。那到底金钱纹是什么样的呢？金钱纹是手中掌纹的一种，一般位于人手指、无名指的下方，形状一般为三角形或者菱形，只有极小的几率出现米字形。
人们认为金钱纹是掌管一个人的财气，金钱纹显示的越是清楚，则说明财运越大，生活必定财源滚滚。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金钱纹外，这些富豪才具备的20种手相特征，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2种是小富，3种是大富。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肢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
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1.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13. 男人手如棉，身边有闲钱；妇人手如浆，财帛满仓箱。男子为阳，女子为阴。手掌的肉属于脾土，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也主偏财。男子先天阳气盛，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女子先天性阴，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俗话说，福厚积银钱，富贵是有来头的，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慈善施舍而来。那么我们一旦富了，一定要知道如何做。慈善捐助、体恤贫苦、捐资助学，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16.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17.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8.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9.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20.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
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那么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为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是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的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了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皆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的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相厚实的人，财运与事业运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且代表是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运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自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此往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的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是一种好的现象。
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面，有许多细小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为人常识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手心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的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了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着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也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够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的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财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相中与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之为手指。譬如目前人气很高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之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当看人时，准确地判断出他的手指，对这个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
活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可你知道吗？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掌握在自己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1. 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的风险。举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即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有可能患有主动脉瘤。2. 这两处异掌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20%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80%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略。1. 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者背部疼痛、呼吸或者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2. 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90%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3. 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即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者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75%到80%。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管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即为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比较早，往往先于其他的肺癌症状。4. 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1. 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半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症重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2. 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3. 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长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4. 手部青筋凸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则较为明显，尤其是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凸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1. 手背青筋明显，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2. 虎口青筋明显，
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着容易患心脑血管急症。3. 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 60%， 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5年、10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青，说明病情越严重。4. 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头痛。5. 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6. 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易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痛等症状。7. 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脑部供血少引起的。8. 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或者经络不通较为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9. 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氦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10. 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11. 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则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5. 如何从手指预防疾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1. 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2. 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击，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等都有好处。3. 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手相是通过观看一个人手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科学，每个人的手相都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我们要留意自己手相中的局部变化。人的运势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一旦发现自己的手相改变，那么预示你的运势发生变化。有断掌纹的人好不好呢？断掌是手相的一种，一般正常的手相上都会有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但断掌的人却只有2条，其中一条乃是生命线，另一条则是智慧线与感情线重合在了一起。这重合在一起的主线看上去就好像是把手分成了上下2部分一样，所以被称之为断掌。下面就跟小酱汁一起来看看断掌人的命运吧。1. 断掌纹的性格特点。断掌手相的人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这个断字上，具有果断的特点，因此拥有断掌的人主观性强，脾气较大，做事很执着。从好的方面看，这种人做事很有决心、恒心，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明知是错的事情，也会错到底，是死不悔改的硬脾气，属于性格倔强那类人。2. 断掌纹的情感特点。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
幸福，甚至一生一世。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段掌文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如果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感情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3. 段掌文的事业特点。段掌文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亲自去干他一下。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男人，段掌文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段掌文居多。段掌文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段掌文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4. 段掌文的优点。段掌文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感爱感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5. 段掌文的缺点。段掌文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段掌文，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段掌文，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段掌文，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哪怕是自己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6. 女人有段掌文。1. 女人右手段掌手相，根据麻衣天相上说，你这就是克夫的命，同时意味着与父母双亲的缘分比较薄弱，可能从小就会过继给他人收养，跟随着其他亲人长大。女人如果拥有此掌纹的话，属于比较命硬且克性是比较大的，自身带着不利的信息，对周围亲人都有阻碍的作用，而且自身的感情路也崎岖多阻碍，离异现象颇多。拥有这种掌纹的人比较主观，脾气很大，做事也很偏执。2. 女子左手有断掌纹，代表与父亲缘分薄，右手有断掌纹代表与母亲缘分薄，或自小就跟随爷爷奶妈长大，属于命硬的人。对情看得很重，如果爱上一个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让他爱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可以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这份感情。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会把爱变成恨，爱有多深恨有多深。
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不计后果地使对方感到难堪。所以这种个性的女人在感情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离婚的几率很大。但这种断掌纹的女人责任心都很强，做事都会有始有终，而且很有管理能力。这样的女人都重权力，所以大多数的领导都有断掌纹。女人左手有断掌，喜欢独来独往，不轻易交朋友，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是企业的老板，他不会是个好的老板，因为甩手的老板才是真正的好老板，他会事事都亲力亲为，信不着别人。这样的人都疑心重，属于操心型。所以具有断掌纹的女人，事业要是做得成功是比较难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她便会守住这些产业，而且会越做越大。7. 男人有断掌纹。有此手相而手比较小的男性，个性强，对善恶均有强烈感，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如误入歧途，将会成为黑社会的主脑人物；如走上正道，会是个大事业家。女性很难要求他持有女性化的魅力，为人心直口快，很重理智，公事公办，丝毫不偏私，不善调情。因此一旦恋爱，婚姻多半不幸福。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热诚与否；智慧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一个男人如果有断掌手相，那么说明此人并非等闲之辈，有其个性上非常鲜明的优缺点。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懂得认识自身的性格缺陷，性格决定命运，可见性格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8. 4种不同的断掌纹看命运。1. 断掌与玉柱纹十字交叉相距，大家称作家里纹，是大富大贵的象。玉柱纹越长，荣华富贵越盛。但是假如面相不佳，反倒非常容易反映断掌中固执的一面，危害运程。2. 断掌纹的正下方出现交叉式往下的漏气纹，无论男孩和女孩，假如在右手，爸爸身体不好；假如在左手，妈妈身体不好。3. 断掌纹上边出现一个理财纹，另外断掌纹在每人必备的1/3处，意味着这样的人很会投资理财，对金钱的敏感性很高，有非常大的概率会白手起家创业。女士也可以变成职场女人，工作大得，仅情感层面稍有不够，合适晚婚晚育。4. 断掌纹的上边或是结局出现枝纹，这样的人无论男孩和女孩，性情都较为心浮气躁，固执己见。假如要想工作好，就需要一生奔波，另外不能花钱如流水放纵，那样才可以工作有一定的小成。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断掌手相的人在健康方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会很突然的患病，尤其是在呼吸系统、心脑血管方面要多注意，还会很容易患上肠胃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加强身体的锻炼，让身体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有一些人很会说话，见到一个人就会夸他有福气，听到这话谁能不开心呢？可到底什么是有福呢？有些人就说了，从你的手相就能看出来你以后有福没福。看手相是以前在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算命方法，算命先生会拿着人的手开始端详，从你的手纹、掌纹来看你的运势。算命先生除了看这些之外，还可以从你手上某些不明显的特征来说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比如一位算命先生就对一个来算命的女士说，她手上有富贵窝，一辈子吃喝不愁，不仅有财气，而且还有福气。可这富贵窝到底在人手上哪个位置呢？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呢？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吧。1. 什么是富贵窝？大家将手摊平，可以看见每个手指的正下方都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就是富贵窝。当然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很少有人除了大拇指外，其他4指下都有凹陷的。如果你的其他4指下面都有凹陷，那说明你就是有福之人。这种人现在在事业上可能有些冒进，而且做事可能也不太爱动脑子，但是在关键时刻，这种人却是意志最坚定的那个人，并且还具有突破旧事物、旧思想的魄力。他们在事业上散发出来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一般他们都当领袖，而且获得的财富也很大。2. 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 1. 有富贵窝的人事业非常顺利。相学上认为有富贵窝的人命都非常的好，在事业上会很容易取得不凡的成就。这种人也很会把握机遇，工作上进步非常快，薪水自然就会变得丰厚。2. 有富贵窝的人会财运广进。手上有富贵窝的人是非常有福运的人，他们天生就比别人过得要裕。这种人自身财运非常好，能汇聚八方之财，同样也能惠及身边的人。3. 有富贵窝的人贵人运强。有富贵窝的人人缘非常好，身边总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环绕，这些朋友中就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贵人就是他们最得力的助益。4. 有富贵窝的人桃花运非常旺。手上有富贵窝的人性格都非常的温和，脾气非常的好，是能够获得异性好感的那类人。因为这样的人福运好，所以姻缘运势也非常好，基本上不会有烂桃花出现。有这样手相的女生是非常好的贤内助，能将家中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然有序。5. 有富贵窝的人身体非常康健。有富贵窝的人心态都特别的好，生活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大都能以平常心来看待。正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心情比较放松，所以身体也很健康，一生不会有什么大的疾病缠身。6. 有富贵窝的人感情专一。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在感情上非常专一，有精神洁癖，是不会出轨的那一类人，所以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都有很大的安全感，而且他们对于伴侣也能给予足够的空间，胸怀宽大，因此这种人可以说是灵魂级别的伴侣，是很难得的。3. 不同位置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 1. 食指富贵窝，事业顺利。食指上的富贵窝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事业顺利。手背食指下有小窝的人，在事业上很容易就能取得不凡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并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得到的。有些人往往努力了一辈子，但还是收获很少，与自己的付出不成正比，事倍功半。这种人的成功不仅仅靠自己的努力，更多靠的是幸运。如果这种人真心为你把握，就是这种幸运和机遇，他们在事业上定然会蒸蒸日上，而随着地位的提升，薪水也会随之变得丰厚。2. 中指富贵窝，财运滚滚。在手背中指下方有一个小窝，主其财运滚滚。这种人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极好的，他们好像一个磁铁，把四面八方的财富汇聚到自己身上。同时，这种人也会把好运气带给身边的人，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身边的人也会过上好的生活。这种人最适合进行投资炒股或者买彩票等活动，投资获利或者彩票中奖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什么难事儿，大财小财不断。如果一直有积蓄的话，迟早会富甲一方，就算整日挥霍无度也不会缺钱花。3. 无名指富贵窝，贵人多助。无名指下出现小窝，主其多贵人相助。这种人人缘很好，在交际场上如鱼得水，并且生活中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朋友，他们能将这种人脉关系运用到自己的事业上，给自己的事业运势有所加强，并且这种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身边朋友或者家人的助力，还能将困境转化为机遇，一跃而上，生活也是衣食无忧，富贵多金。4. 小指富贵窝，身体健康。小指下出现的小窝主其身体健康，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疾病。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种人身体不会出现毛病，并且每天都是干劲十足，精力充沛的样子。不仅自己积极向上，还能给别人带来活力。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工作中也是受同事的喜爱，受领导的赏识，一辈子过得也是无忧无虑，没有什么烦恼。5. 手指下有4个富贵窝，桃花运不断。手背肉厚而有4个小富贵窝的人命运好。
他们无论是外貌长相还是性格脾气都是极好的，很容易引起异性的注意，这也就证明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携手走完下半生的另一半。同时他们也懂得怎么持家，能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4. 手上的其他富贵纹路。1. 智慧线伸长。在中国手相学中，智慧线又叫做人纹，是手掌当中的3大主线之一，位于手掌的最中间。智慧线代表一个人的才智和智慧。一般智慧线伸长的人都很有智慧，擅长动脑思考和分析问题，思绪特别的清晰，头脑灵活，尤其是在数理等科目的表现会比别人要好很多。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毅力，很执着，凡事都会全力以赴，在工作或者事业方面更是如此，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这类人的财运也很好，一生能遇到不少的赚钱机会，也很会赚钱，但凡是他们看中的项目，通常都能获利，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数是富贵之人。2. 太阳丘下面有细格纹。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位置，此处有许多细格纹的人，为人踏实稳重，具有理财天赋，能够把有限的金钱变得更多，再加上他们的口才极好，很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所以有很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积蓄交给他们来打理，并且从中获利。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而且对金钱有较强的欲望，从来都不会轻易放过赚钱的机会，而且会不遗余力的去拼搏，所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赚取很多的钱财。3. 钱财纹竖条。钱财纹在手相学上又被称作为理财纹，是位于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细细的斜线。如果这种纹路有很多条的话，也就代表其人的财运旺盛，赚钱机会多，而且特别会理财。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有经济头脑，会做生意，在别人眼里不起眼的东西，他却能将它变为现钱。这种手相的人不仅会做生意，贵人运也很旺，即使遇到困难，也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发展得很好，一生富贵。4. 事业线又深又直。事业线也是人手掌中的主要纹线，无论它的起点在哪儿，都是会向着中指的根部延伸。事业线又被称作为命运线，代表一个人在事业方面的发展运程，以及人生命运的状态。事业线越深越直，旁边没有任何的杂纹，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受挫几率越小。如果事业线非常的直，而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的事业运很好，不容易受到干扰，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且这种手相的人财运很好，很会赚钱，哪怕是别人看不上的项目，他们也有能力从中获利，不会受没钱之苦。5. 财运线明显。财运线是出现在小手指根部的竖线，虽然很短，却是一条可以显示金钱运的重要纹线。如果手中的财运线特别的伸直而又明显有力，则代表其人财运很好，收入稳定，有一定的存款和固定资产，他们一生不会有大灾大难，生活相当不错。有这种手相的人不仅财运好，而且人际关系也不错，他们会很好的利用身边的人脉，使自己在事业上发展更加顺遂。不过以上只是从命理学的角度上来说的，因此并不一定100%正确，大家只是图一乐而已。大家都知道，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生命线、智慧线、婚姻线组成的。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叫做断掌纹，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你的手掌却是2条线，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对于断掌纹，从来都是不缺乏传说。自古坊间就传说男人断掌值千金，女人断掌值1文，意思男人一旦断掌就会飞黄腾达，女人则会1文不值。也有民间手相认为断掌则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狠毒，做事容易失去底线。但到底事实如何，下面大佬就根据手相的特点给大家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1. 生有断掌纹的人命运如何？1. 断掌纹的优点。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在一起，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恨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性，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重，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
意见明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比较多。2. 断掌纹的缺点。断掌纹的人同时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够看见这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是自己的错，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3. 断掌纹的爱情。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候也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断掌纹者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如果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数感情很重的人，她们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感情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4. 断掌纹的事业。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的困难和事情都自个儿独自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和干预他的思想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亲自去干他一下。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2. 这3种断掌纹大多比较命苦。1. 断掌纹距离手指不及手掌的1/3之长。断掌纹出现的位置一般腋下不腋上。如果断掌纹距离中指的长度不及手掌长度的1/3的话，那么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个性粗暴，性情急躁且固执，容易惹是生非，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惹上官非。2. 断掌纹出现织纹。断掌纹上的织纹一般分为向上和向下2种情况。断掌纹的织纹向上伸出的人，心态比较固执，在与人交往时比较容易招惹口舌是非。织纹向下伸出的人，虽然性格不是十分固执，但在婚姻生活中的争执坎坷比较多。不过这种手相的人在事业上能有一番不错的成就。3. 断掌纹上方出现柱断纹。手上的断掌纹出现在手掌1/3的部位，并且在断掌纹的上方还有一条理财纹的人，多半智慧超群，能够白手起家。左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比较适合文职或安稳的工作，而右手有这种纹路的人则比较适合武职或者较奔波的工作。3. 断掌有真假之分。这5种情况是假断掌。其实断掌也有真假之分，有的掌纹和断掌纹很相似，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智慧线和感情线并没有真正的合在一起，还是能够发现是2条线的这种，而这种掌纹就是假断掌。一般会出现以下5种形式呈现。1. 智慧线型假断掌。当断掌纹的一端突出了智慧线的尾巴时，就会形成智慧线假型断掌。这类女人人胆子非常大，敢于冒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管在学业上还是职场中，均能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她们做事心思细腻，心机比较重，考虑问题相当全面，还会制定详细的规划。同时这类女人还相当的具有浪漫细胞，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感情运势也相当旺盛，会谈很多场恋爱，即便结婚之后可能依然会和其他女性保持暧昧关系。她们往往都不会成为平庸之人，很有可能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或者是商人。总之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内创造出强大的好成绩。不过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状况也可能会比较糟糕，要注重保养。2. 感情线型假断掌。
有断掌纹并出现平行向上感情线的手相，被称为是感情线型假断掌。这类女人特别倔强，一旦决定了某些事情，任何人都无法动摇其心智。她们个性要强，不管是在学业还是在事业上，都不会允许自己落于人后，会制定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在前行的路上甘愿付出卓越的努力。不过她们心眼特别小，常常会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斤斤计较，特别记仇。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永远做不到宽宏大量，早晚会找机会报复。这类女性性情让人琢磨不透，情绪变化很大，身边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孤独的。不过她们在艺术方面的造诣还是相当强悍的，往往能够成为比较厉害的艺术家。3. 感智分叉假断掌。感情线和智慧线都有尾巴凸出来的手相，就属于感智分叉型假断掌。这类女人智商特别高，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提前想好各种对策。她们办事效率很高，善于寻求适合自己学习或是工作方法，往往能够取得特别好的学习成绩或是业绩表现。她们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会做很多手工活，还特别顾家。尤其结婚之后，家里面的各种家务活，包括洗衣做饭之类的，肯定会被她们全部承包。这类女人适应新环境能力相当强悍，善于打理人际交往关系，人脉资源很广。不过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疾病，千万不能够大意，要及时诊断和治疗。4. 两条生感假断掌。感情线两条形成两条断掌纹平行发展，并且有两条生命线，这样的假断掌就叫做两条生感假断掌。这类女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投入满满的活力和激情。她们非常聪明，做事专注而认真，精神高度集中，往往能够在所处领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不过她们对待感情就表现得相当淡漠，即使身边有很多追求者，她们都会态度冷漠地全部拒绝掉。这类女人一生之中恋爱经验相当匮乏，甚至有可能终身不婚不育，到了晚年的时候又有可能会显得有些孤独和寂寞，身边压根就没有家人陪伴。5. 悉尼线。悉尼线属于假断掌的特殊表现，准确的定义是，智慧线必须延长到手侧最边缘及小鱼际的赤白肉际处，仅仅是相差几毫米，不能够达到齿侧边缘，也不能叫做悉尼线。有悉尼线时，感情线可以同时存在。悉尼线之所以名为悉尼，是因为1970年前后，有研究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发现的一种特异的掌距纹。据他们报道，在先天风疹、白血病和先天愚型患者中，呈悉尼线掌纹者较多，而许多发育迟缓、学习不好、行为有些异常的孩子中，悉尼线也时常可见。肝癌、血液病、牛皮癣的患者手上常见到的悉尼线，一部分悉尼线是后天形成的。有悉尼线的人，其性格特征心理不平衡、固执、暴躁。若悉尼线线上有岛形样纹，临床意义更大。有典型悉尼线的人，多是发育不良、智力低下，并且面部呈痴呆状、耳朵畸形、耳朵位置低、眼裂狭小、前额滴血，绝大部分伴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是先天性悉尼线的意义。后天性的悉尼线逐渐形成并典型，多是肿瘤体质的表现，如肝癌、血癌等。你手上有断掌纹吗？相信通过大佬今天的介绍，大家对于一些特殊的掌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建议有断掌纹的人在遇事时少冲动，多些思考，走一步看三步，这样对于断掌的不好影响才会有所改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你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